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92期的洋洋球鞋，我是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李宁的闪击石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闪击每年出新款都会引起广大外线球员的关注，这一次的闪击石也不例外。有很多朋友都在催我出这一双鞋的测评，今天终于是来了，希望大家没有等待太久。在配置方面，这一次使用了全掌的泵，并且在中底下方放置了一块贯穿前后掌的 TPU 片，用来增强球鞋的中底过渡以及滚动感表现。在中底上方还放置了一块额外的 TPU 支撑片，进一步提升球鞋的中底刚性。用料非常扎实，在使用了双支撑片的情况下，它依旧能够做到出色的重量控制。单支42码的闪击石重量仅为360克，再加上它合理的重量布局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也十分轻质，非常棒。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不过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点点偏宽，对于窄脚的兄弟并不是特别友好。如果你的脚型特别窄，那可能穿厚一点的篮球袜，或者是穿2双袜子，这样才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。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，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在前掌的包裹并不是特别出色，双脚与鞋面之间会有一定的空隙存在。球鞋的鞋带设计跟全程11 V2 非常相似，前端做了一个不对称的设计，中间部位也同样使用了2对面积非常大并且摩擦力比较强的鞋带孔。拉紧鞋带之后，球鞋中段的包裹锁定非常拔群，但是因为它的鞋带孔布局整体略微靠后，所以球鞋前端的包裹调节范围并不是特别大。不过大家可以放心，它的动态锁定并没有什么问题。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前掌确实会出现一点点的位移，但是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大。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，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并且它不错的内部填充以及较为柔软的鞋面，让这一双鞋在舒适性方面也得到了保证，不会出现鞋面卡脚或者是鞋带勒脚的问题。但是由于它前掌的鞋面有点太软了，虽然它在侧面做出了热熔材料的补强，但是在做一些大力蹬地以及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，鞋面会有一点点兜不住脚的情况出现。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大，或者自身的体重比较大，打法对于鞋面强度的要求比较高，那这一双鞋的鞋面强度可能并没有办法令你满意。好在它在脚踝处的鞋面做出了补强，编织的密度有着明显的增强，内部的港宝面积也比较大，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脚踝处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到位的，在变向的时候，鞋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你的脚踝。在中底方面，全掌的泵脚感舒适，并且中底的重心控制的也还算不错。但是相比上一代来说，中底的厚度要略微厚一些，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比不上上一代的闪击9，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也会比闪击9要稍差一些。在突破的过程中，脚底下的感觉确实还是比较直接的，但是没有闪击9来的那么极致。它的中底表现会更加综合一些，更加团队一些，场地感、反应性以及缓震这3个方面的表现都不错，但是都不能算是特别好的那一档。当然，这也就意味着它有着更广的适配范围，不管你是什么打法的球员，选择这一双鞋都没有问题。用来日常训练穿着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如果要打比赛，我还是会更加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更为极致一些的鞋款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？中底的泵调教偏软，脚感确实是不错，但是让它丧失掉了一定的反应性，以及在突破时的中底力反馈。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，脚底下的球鞋不会提供给你明显的力反馈，甚至还会有一点点泄力的感觉。这对于像我这样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，那可能上一代的闪击9会更加适合你。不过这一代在缓震方面的提升可以说是巨大的，后跟处的泵在外层橡胶材料的包裹下，拥有了比较高的缓震极限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是特别明显。缓震表现绝对是闪击这一个系列当中最为出色的一款了，甚至比8代来的更为出色。而中底下方的大面积 TPU 片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中底过渡，加上它合适的中底龙骨落差，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，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，并且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跑动感受。但是由于中底的缓震材料调教略微偏软，下方的 TPU 硬度又不是特别高，想要极致的滚动感它也并不具备，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。
而在大底方面，它的整体抓地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在干净的场地上面，它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。但是我手上这一个配色，由于前掌搭载的是半透明的水晶底，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，总感觉脚底下好像踩不实，在实战的过程中，甚至都有一些不太敢发力去做一些大幅度的变向。想要购买这一双鞋，并且打球的场地条件并不是特别好的兄弟，我还是建议你购买全掌橡胶大底的配色。李宁这种搭载半透明水晶底的篮球鞋啊，在吸灰方面的表现真的都不是太好，对于实战会有比较大的影响。不过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，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度数能够达到70左右，即使用来打室外的水泥地，问题也不是特别大。加上它300多的价格，用来打室外也完全不会心疼。但是它后跟的这一块橡胶啊，在硬度方面就有一点偏低了。如果你有穿篮球鞋去压马路的习惯，估计它后跟的纹路坚持不了太久。我还是建议有条件的兄弟们尽量专鞋专用，篮球鞋就打球的时候穿，好吧？在稳定性方面，它的表现十分出色，宽大的大底加上合适的中底重心以及中底材料大面积的包覆，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。穿它打球，心里面还是非常踏实的，完全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。并且它弧形的大底造型，让它在稳定性得到了保证的同时，还拥有着出色的灵活性表现。灵活性和稳定性两方面一手抓，非常不错。这一双鞋亚能球鞋主观评级 A 减，这一双鞋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，不管是中底还是鞋面，这一次的闪击时全都是往舒适这个方向走的。在这一双鞋身上，你找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，但是你要说出它有什么方面好像特别出色的，好像也找不出来。闪击时就是这样一双鞋，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，但是都说不上特别好。它就是这样一双非常中庸的鞋款，但是往往就是这一类的鞋款能够拥有非常出色的销量。这一双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，一定会长期排在销量榜的前列。不管是什么位置，不管是什么打法，你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。你可以说它平庸，但是说它全能也同样可以。现在不到400的价格，买一双深色，再买一双浅色，搭配上你主客场的队服，用来日常训练，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